家人們，這屆白玉蘭看完，我得說一句，肖戰這3天走下來，給全娛樂圈上了一堂什麼叫體面的公開課。誰能想到第31屆白玉蘭是他第一次提名視帝，也是古裝劇13年來第一個摸到最佳男主門檻的演員，更是白玉蘭史上首位90後視帝提名者。結果6月26號晚6項提名全掛零，肖戰陪跑《藏海傳》掛零刷得上榜。27號中午本人發博吃完，繼續幹活配個牛角包圖，井號肖戰內核好穩，井號直接焊死。咱今天就順着這3天的時間線，給家人們拆一拆這波陪跑領唱干飯開工的完整弧光，順便嘮嘮為啥說這次領獎其實比拿獎還有得聊。6月26號晚在上海臨港中心辦的第31屆白玉蘭綻放頒獎禮，視帝歸於何偉《沉默的榮耀》的吳石將軍，這是老哥繼2021覺醒年代陳獨秀之後時隔5年2封視帝，加上早年軍師聯盟的最佳男配，3座白玉蘭在手，成了白玉蘭史上首位3度獲獎的男演員，第6位2封视帝的選手。5月26號入圍名單一出來，《藏海傳》6項，最佳中國電視劇、最佳導演、最佳男主角、最佳男配角、最佳攝影、最佳美術。作為古裝權謀，能拿到6項，跟生命樹、太平年那種8項提名的現實題材旗艦比數量稍遜，但古裝賽道裡已經是闖進去的狠角色。幾個數據給你們擺這兒感受下，《藏海傳》央85年古裝收視記錄，全網播放破30億 ，IMDB 9.5，覆蓋全球190個國家和地區，全劇榮了18項非遺。鄭曉龍坐鎮總導演，曹藝文聯合，黃覺演平金侯當男配，攝影潘興，美術劉成義都是技術類硬貨。就這配置，初評階段第三方按收視加播放加海外傳播加製作綜合篩，順利拿6項提名，一點不意外。但這裡有個關鍵點，很多路人不知道，白玉蘭初評和中評是2套邏輯。初評看市場數據，中評死守作品有筋骨，表演有血肉，權重傾斜現實、年代、紀實題材，古裝權謀天然劣勢。近10年，白玉蘭最佳劇幾乎沒架空古裝，當年《知否》也是卡在這套邏輯上。所以《藏海傳》能初評6項全進，已經是市場和製作層面被認了。中評撞上於和偉《沉默的榮耀》，胡歌《生命樹》，白宇《太平年》，每一項提名都撞無短板強敵。肖戰這次提名本身的破壁意義，不在獎杯，在撕口子。13年古裝男主沒人進過白玉蘭視帝提名，90後更是連門檻沒摸過。他這次把2個口子都踹開了，下次再有人憑古裝來提，評委至少沒法一句不合適搪塞。時間撥回25號晚，白玉蘭提名晚宴，肖戰剛從青島10日中煙劇組飛過來，沒走紅毯，直接進內場，被拍到跟鄭曉龍導演熱聊，狀態鬆弛。當晚視帝提名那5位裡，胡歌、於和偉、白宇、郭京飛都在，腸子裡的含金量不用多說。網傳過他和於和偉同票並列第一，官方沒認，咱當樂子看。這晚粉絲其實已經開始預熱了。13年古裝破壁加90後首位視帝提名加非科班0評委合作，3層 buff 疊滿，超話基本是過年狀態。但老粉心裡應該有數，白玉蘭歷屆最佳男主，從來沒有首次提名即中獎的先例。面對於和偉2封衝3座，胡歌衝3封，肖戰這首次提能進5強已經是贏了。26號晚正式頒獎，視帝那輪念到於和偉《沉默的榮耀》的時候，鏡頭切了一圈提名席，肖戰在底下鼓掌，表情沒崩，但粉絲那邊已經開始破防了。藏海傳6項挨個念完，沒一個響的，6項全空。肖戰陪跑藏海傳，掛零倆詞條，當晚就衝上來。肖戰這晚不只是陪跑嘉賓，還要留下來領唱閉幕曲。頒獎禮尾聲，他登台領唱上海電視節主題曲《歌聲與微笑》，跟楊紫、於和偉、胡歌幾個一塊大合唱。黑西裝，183.6的肩線往內一站，嗓音磁性溫柔，全程眉眼彎彎面帶笑，唱的那叫一個鬆弛。楊紫在旁邊偷偷瞟他2回，估計是被這歌的吻給逗樂了。導播切了好幾個他的特寫，眼睛亮閃閃，那段彈幕刷治癒刷滿屏。光明日報官方號當晚發現場視頻，配文歌聲溫暖，撫慰人心，
北京日報也專門截了他領唱那段，說歌聲治癒，笑容滿滿。兩家官媒同時點名，在娛樂圈什麼規格，大家心裡有數，相當於官方蓋章，這小子今晚沒垮。說實話，頒獎禮這種直播場合，提名了沒拿獎，還要留下來登台表演，心態差的真的會僵在台上，或者乾脆借口溜了。肖戰倒好，領唱的時候該笑笑該唱唱，還能跟旁邊人互動。幾家認證娛評號當晚發文說他是跳出偽獎項論的樣本，手握重磅提名卻不擰巴，不蹲後台躲鏡頭，反而把表演環節當主場走，欣賞同行高光，不卑不亢。這話不算過譽，畢竟同樣是陪跑，有人臉黑有人提前溜，能做到笑呵呵唱完的真沒幾個。粉絲那邊當晚其實是兩股情緒交織。超話裡有人寫，你說我不難受嗎？不是，說不難受是在說謊。這話說的實在，追了這麼久的劇，等了這麼久的提名，6項掛零，換誰都得緩一緩。但同時又有另一波粉絲在剪孫儷擁抱加領唱的合集，配文他被前輩認了，也被官媒認了，今晚不算輸。兩種情緒都對，不衝突。27號中午，本人微博更新，吃完繼續幹活。配圖一盤餐食，裡頭能瞅見牛角包，又呼應了他 long time 的小麵包愛好者人設。網友的概括特別精準，有人說沒拿獎不吃壓力，笑呵呵的，該吃吃該喝喝，寵辱不驚這詞兒小時候寫作文總用，落到34歲這哥們兒身上倒是第一次覺得不矯情。還有人把他這話跟2020年那句最大的變化是剪了短髮勾起來看，說這就是他能長紅到現在的原因，不戀戰，不沉溺，掉頭就進下一程。吃完繼續幹活這5個字之所以爆，不是因為多雞湯，是因為他跟前一晚的語境綁死了。26號晚粉絲破防的時候，他在台上領唱眉眼彎彎，27號一早太陽出來照常發博乾飯開工，這動線一擺，陪跑這詞兒在他身上突然就不刺耳了。狗仔長期跟他的動線也確實是，要麼在劇組拍戲，要麼跑活動，要麼乾飯，3點一線。這次白玉蘭前，他還在青島拍《十日終煙》，晚宴是直接飛上海，走完典禮又回去那種。2026年3月2次採訪裡，他自己說過，活動結束第一件事是吃飯，吃點好吃的，生活規律基本不熬夜，保第二天有精神開工。這種該吃吃該幹幹的節奏，不是27號那天臨時裝出來的，是長期長出來的。為啥說這次掛零不影響長線？肖戰這邊手上壓着的貨，其實比很多人以為的厚。《藏海傳》之後待播的還有諜報上不封頂，諜戰題材本身就是白玉蘭偏好的類型，男主加諜戰這個組合，下次衝勢地比古裝順得多。小城良方，都市醫療情感，也是現實題材賽道。電影德賢景致去年12月上的，他憑莫德賢那個角色拿了第33屆大學生電影節最受大學生歡迎男演員，第2屆亞洲藝術電影節主競賽單元最佳男主。也就是說，視帝這邊白玉蘭雖然這次沒給，但電影圈他已經有一個亞洲級最佳男主在手。加上之前 SMG 品質盛典年度卓越品質之星是90後首個，再加一個正在拍的《十日終煙》，青島劇組這次白玉蘭期間他飛過去飛回來，沒耽誤進度，這排片密度，說長紅不為過。家人們，這屆白玉蘭肖戰這趟走下來，獎沒拿着，但面子掙的一點不少。提名本身已經破了2個口子，13年古裝男主無人進視帝提名，90後無人進視帝提名，2個零他都填了。孫俪那句後面再戰不是客套，帝姐什麼場面沒見過，他願意當眾爆一下說這話，說明業內對他這次是認的。領唱那段被光明日報、北京日報雙點名，直播場合失憶不甩臉，這種職業素養娛樂圈真不是誰都扛得住檢驗。27號吃完繼續幹活配牛角包，把陪跑這詞兒在他身上解構的差不多了。網上兩派炒白玉蘭是不是前7屆肖戰和藏海熱度宣傳完了讓劇組全程陪跑，這質疑有他的道理，初評市場邏輯進得去，中評現實偏好出不來，這套割裂確實是《藏海傳》6項全空的核心根源。但換個角度，能把古裝權謀擠進6項提名，本身就是對這具工業製作
文化出海，古裝敘事突破的官方認可，領獎不等於全盤失敗，是兩套審美體系的碰撞而已。從藍忘機到藏海走了8年，這串標籤擱一個人身上，能長出該吃吃該喝喝，吃完繼續幹活的脾氣，真不奇怪。2020年剪短髮，2026年吃牛角包，中間那5年他怎麼過來的粉絲知道，他自己知道，夠了。咱就蹲下一步吧，諜報上不封頂諜戰題材，白玉蘭偏好賽道，搞不好真能殺回來。